今天这粥味道不一样啊。哦，这粥啊是我妈做给你的。就是一凡跟他说，跟他说的。你们俩和好了？怎么叫和好了呢？本来一直就挺好的。你太小看女人的第六感了。恭喜你啊！吃饭的时候别老说话。来，哎呦，要不我给你包个鸡蛋？Good morning。早。前段时间有人还说要嫁给我呢，啊，八心八肺照顾了你那么久，男人一勾手你就回去了。我这不是回来陪你了吗？现在这是上班。哎呀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不管男人怎么让你伤心欲绝，闺蜜怎么给你安慰，最终还是敌不过男人那么一勾手啊。哟，可以了啊，可以了啊，乖了啊，不要跟我男人吃醋了啊。少来。昨天小新给我打电话了，说她又跟她老公吵架了。我这苦口婆心是劝了好几个小时啊，不管用。人家老公突然打电话来了，直接把我电话给挂了。我这不放心啊，万一再出个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呀？我就赶紧给他打回去了。你猜怎么着？人家俩人好了，屁颠屁颠看电影去了。这我是哄半天，人家男人只花了3分钟时间就搞定了。我们这些单身公婆啊，得有多强的心理素质啊！是。你们把热情都给了男人，把薄情都给了我们。哎呦，知道你们单身公婆不容易啊！来，给你温暖，给你抱抱啊！少来！怎么去了一趟李奶奶那儿，你俩就好了？哎呀，我就是一离了家不能活的人。反正我嫁出去了是困境，我没嫁出去也是困境，那我总得在一个困境当中找到解决之道吧？什么解决之道？柔软再柔软。笑什么呀？就冲你现在这劲儿啊，我送你4个字：正式范儿。正式范儿你听说过吗？你江一凡才是正式，大气、沉着、冷静，先把小三儿给解决了，回头再好好收拾你们家王玉明。必须的嘛。差不多了哈。多涂点。是唇膏涂那么多干嘛？跟吃过猪油似的。我的妈呀！你这衣服什么时候买的呀？小韩姐是一名战地记者，你这衣服在她面前就一个字：俗气。而小新新的是吧？马劲儿说什么来着？要正式范儿。正式范儿是什么？要非常自然的大气。那我也没衣服穿了呀。哎，等等，就他，就一普通职业装，这也太无聊了吧？你相不相信我？我信。虽然小韩姐是个战地记者，我非常崇拜她，但是嫂子你呢，是30多岁就崭露头角的美女律师，是刚刚上过新闻头条启明商标案的负责人，是事务所的大红人，我哥明媒正娶的老婆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决定对小韩姐忍痛割爱，全力支持嫂子你。干嘛？
姐。去。小安姐，好呀。我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老婆江一凡。你好，你好。阿姨也来了，是我们那个路过，顺便看看。坐吧，小丫也坐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呢是我妈给你做这个大排骨汤，来，谢谢阿姨。别客气。小韩，这个补品跟花是我跟妈特意给你选的，希望你能喜欢。百合花，对啊，最喜欢的。谢谢啊。哎，我喜欢就行，送人礼物嘛，最怕不得人心了。谢谢，不客气。快坐吧。快坐。你的衣服真好看，特别显气质，不像我，每天穿的男人装到处跑，也不顾及什么形象。不一样，那不一样的气质。腿怎么伤的？跟国外的记者一起拍自由军，不小心被发现了，有一名记者就不幸被击中了。啊，记者也打呀？已经有20几名记者遇难了。其实现在舆论对他们来讲很重要，记者反而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。不管我们站在哪一方，都有可能被攻击。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去执行拍摄，双方打起来了，我们就拼命地跑，四处逃窜。就在这时候，砰的一声，他就倒在我的面前，我就过去抱住他，他身上的血拼命地往外涌，我就帮他往回摁，可是再怎么摁都无济于事，身上、手上全是他的鲜血。就这样，他死在了我的怀里。这时候，子弹就在我耳边飞过去，光照得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。我就拼命地跑，在装甲车之间来回的穿梭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我的腰，我就昏过去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这儿了。其实我还挺庆幸的，庆幸我还活着，活着才有希望。听说你是一名律师，刚接了一个经济案。是，小案子，跟你的经历没法比。对，没法比。来，先喝杯水压压惊来。看你这副死德行，才多大的打击你就受不住了？赶紧振作起来，将你的正式范儿贯彻到底。我也想啊，你们都没听到，小韩说那些事儿的时候，就跟家常便饭一样，说的怎么跟死神擦身而过，感觉就是肚子饿了，到楼下去买一包方便面。我都觉得我白活了。等他一问我的案子，我都不好意思开口。故意的他，你也是，你还服他呀？不是服不服的事儿，现在问题在于，如果我是个男的，我都会爱上他。对，如果我是个男人的话，我也会爱上他的。嫂子，我觉得你这回彻底被他拿住了。王小阳，你站哪边的啊？江律师，看着我，别再消沉下去了，冷静点儿，不要自己把自己给打倒了。
不过说句公道话啊，小韩确实挺有魅力的，谁跟他比都得自卑。我们就是比他平凡，可是谁说平凡就不美啊？可是我觉得吧，人家小韩姐还真的挺……哎，你成心的是不是？我多句公道话也不行啊，嫂子。依我对小韩姐的了解，我觉得她对我哥肯定还有意思。所以呢，你面对这么一个强劲的对手，你应该做好长期的战斗准备。可现在我真是连斗志都没了。是你自己下决心要回去的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对，正式范儿，正式范儿。喂，验收？惊喜就不用了，你只要不给我惊吓就行了。啊，好，啊，知道了，拜拜。验收什么呀？你们仨想不想跟我一块儿去见证一下惊吓？来了 Hello， 这么多人啊，人一多你就不敢开场啊？有点紧张。这个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啊！必须的。哎，丫头，你们家怎么没卧室啊？当当当，保龄球。王小宝，你这房子真不错，怎么买到的？哎，这不是我家的台灯吗？啊，那个餐桌啊、沙发啊，这都是赵媛送的，剩下的都是朋友们友情提供的，既环保还不浪费。看着都还挺新哎。那就得看你怎么保养了。杨小宝，你太厉害了！这个家被你一布置，看着真的不错。上边还有一双快乐的脚丫。那是快乐的小鸭吧？这笑脸我喜欢，回家我也弄一个，一睁眼就能看见，心情好。这么高，怎么挂上去的呀？这一共得花多少钱？贴纸，还有装饰、搬运费，一共是1260。就这套床比较贵，3800，所以你看你能不能站起来？那前两天我跟秦山去逛商场的时候，碰见你妈和王小丫了。他们俩回家没跟你说什么吧？啊？姐夫，前两天呢，小莫去楼下找你，我跟一凡也都去了，你没下来，是因为秦山吗？回家的时候呢，小莫就一直问我，是不是因为他做错什么了，所以爸爸生气了，还是因为他跟妈妈做错什么了，你不理他了？那你后来怎么跟他说的？姐夫，这事儿已经想好了吗？前两天你姐给我发了个信息，说是要给我过一个生日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那什么，那咱收拾收拾，我回公司了，好吧？走。杨小宝可真会过日子，花小钱办大事儿。那我看王小丫那样也不是很高兴吧？小丫这一门心思想当阔太太，小宝这小两句不如他的一回也正常。别看不起极品齿男，看人家手的多漂亮啊！只有像杨小宝这样的男人，才是把心放在家里、真心实意疼老婆的。怎么，
有点伤感了。算是吧。怎么了你？就是突然觉得，要是跟杨小宝这样的男人过日子，也挺有感觉的哈。你不是独身主义不结婚吗？你这到底接还是不接啊？碰见杨小宝这样的，我接。我也接。接，赶紧接电话吧你。啊。喂，依林姐。啊，找我啊？行，那我马上过来。你在这儿呢。怎么样？都满意吗？哪儿不满意你说，我把它换了。这些家具哪来的？马云那儿买的呀。我不喜欢，这所有东西都不喜欢，更不喜欢这个房子。咱别生气，这生气容易伤着孩子。你要不喜欢呢，你等我，赚够了钱把它都换了。不行，咱把房子也换了，行吗？行，顺便把我也换了吧。不对，你去哪儿啊？回娘家。哎呀，干嘛啊？没事，我逗你玩呢，就是咱别回来呗。把手拿开。啊？拿开。真没事儿。怎么弄的？就刚才竣工一高兴从梯子上跳下来，滑着的，没事儿。你怎么那么笨啊？还能摔下来？其他地儿没事吧？啊？没事儿。你还笑？我看你为我担心，我挺高兴的。这时候还高兴？走，去医院。别，医院咱就不去了啊！一会儿检查这个检查那个得花多少钱？我都买好纱布和酒精了，自己消消毒就行了。在哪儿呢？你以后能不能小心点啊？哎，遵命。那个，你要是看哪儿不满意，我现在就把它换了。算了吧，就那点工资，过成这样也不容易，不折腾你了。那你不生气了？我饿了。马上开饭啊！马上开饭。依林姐，什么事儿啊？放着一凡那么大律师不找，来找我了。有些事情我还不想让一凡知道，我就想问问你办离婚的事儿。比如说，这应该是去哪儿办呢？去民政局还是去法院？关于财产，尤其是孩子，这些事儿应该怎么弄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如果夫妻双方就孩子的抚养权方面不存在着分歧，财产分割上不存在着争议的话，那就会比较简单。准备好相关的证件，去民政局20分钟就能办好了。如果就以上的这些情况，双方无法达到共识，存在着争议的话，那就要交给法院，由法院开庭审理。需要的相关文件也会比较多一些，需要的时间呢也会比较久一点。依林姐，你跟姐夫真的走到这一步了？啊，有些事情我想还是先了解清楚比较好。主要是孩子，我想让小莫以后跟我在一起生活。小莫现在已经超过10岁了，他的个人意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依林姐，我跟一凡从小跟你一块玩到大，你跟姐夫原来多恩爱啊，我们可羡慕了，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？不说这些了，马静，过2天就是林伟的生日，我想热热闹闹的给他开个大 party， 到时候还想请你和赵元再加上小丫来提前帮我布置布置，行吗？啊？一凡从医院回来怎么样啊？你跟他说，妈绝对站在他那边，我支持他。
因为我觉得一凡是一个特别大气的孩子，而且他过日子肯定是一把好手。你看那小韩，我当初阻止你，没让你跟他出国，我这决定是对的。行了，咱这话呀就别两头说了，好不好？要么呢，你就站我这边帮我劝劝一凡；要么您呀保持中立，就别说话了，好不好？另外啊，您跟小丫啊也说一声啊。行，那我中立行不行？早就应该中立了啊。儿子，你们公司现在怎么样？还行吧。那我就踏实了。不是，我那天吧是陪一凡给小韩去买保健品，就是又把我那瘾嘛又给勾出来。我这一阵没买吧，我觉得特堵得慌。你们这经济要没那么大压力，我不是能放松一点吗？不是妈，你放心，妈这心里有数，我绝对不会把那钱给你们花光了。你看这小韩这事儿，我都能中立了，是吧？行了啊，咱打住吧。您要敢买，你信不信我真跟你扔了？你看，我不是说不让你买，您自己说吧啊。您说了多少回了，心里有数。结果呢，反正搁我这儿啊，不能给您开这先例，啊。不买就不买呗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你看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说了半天，跟这儿等着我呢。王总来了。哎呀，行啊，一天至少2趟医院。一凡同志最近很大度嘛。哎呀，那是他非要跟我去的。啊？那之前呢，让我妈给这小韩呢做饭，我还能理解，改变的挺大的。可这回这改变有点太大了。坏了，要正面交锋了。一凡这回回来啊，就说明呢，对我们的感情呢已经很清楚了，没必要正面交锋了吧？哎呀，女人之间的战争你懂吗？不把对手打趴下了，绝对不会停战的。听你说的挺吓人呀。雨明今天忙，我过来代班。好几天没见你了，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怎么能不来呢？大记者的故事我还没听完呢。没吓着你吧？刚开始是有一点儿，后来我一想，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你有你的故事，扫大街的有扫大街的故事。头2年我接过一个案子，一个扫大街的老大爷在路上捡了一钱包，当他还给失主的时候，那失主非说是他偷了他的钱。我打完官司送老大爷回家，发现他家里还养了8个他从路上捡来的孩子，我当时特别感动。后来我就觉得这种事吧，得细想，平凡人其实也有他的伟大，就看你怎么去想了。温度差不多。谢谢你啊，江大律师。不客气，蒋大记者。我也想让你快点好起来，回到你的新闻行业。我还等着看你的新闻报道呢。那你还是别想了。我跟雨明说过，我不想回去了。他没跟你说呀？我们俩没秘密。其实事情也就这样。当你开着车路过一个车位，没停，奔向别的地方去了。但你突然回过头来，又想停到这个车位的时候，发现这车位上已经有车了，那你总不能让警察把这车给拖走吧？你说的也不全对。这个车位在 N 年前我都已经预约了。这些年，在我的概念里，它一直都是我的。现在回来看那儿已经停上车了，对不起啊。
我可能短时间内还真是转不过这个弯来。那你这算是给我挑明了。也好，简单直接，谁也不啰嗦。看来咱俩个性还挺像的。也不全像。我怕你喝汤喝腻了，给你弄了一点糖醋排骨。就算你再转不过弯儿，饭总还得照吃吧。哎，老婆，正好那个妈呀炖了一锅那个汤，要不咱俩一块儿给你姐呢带点过去，正好周末了，咱带着你姐跟那个小莫，咱出去玩一天去。我爸给我打电话了，说让我先别过去，让姐先一个人安静待几天。那行吧，那他现在状态怎么样啊？还行吧，就正常呗。我怎么觉得他现在这样反而不正常呢？是啊，你说他最后也就闹了这么一下，前面也没见他哭，没见他发泄过，也就上回我去找他，他哭了一会儿，自己又给忍回去了。我真想让他好好哭出来。慢慢来吧。哎，你要不让妈把多出来的分一份出来，我给小韩送过去啊。哦，哎，正好啊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呀？那个，要不小韩那儿啊，你别老跑了。公司不是招了批新人吗？挺负责的。我现在啊，没那么忙了啊。你是不放心我去呢，还是嫌弃我照顾不合适啊？看你这话说的，那个你多好啊，是吧？你心大心宽，体又不胖。我不是说嫌弃你，我是觉得实在是有点不太好意思了。没事儿啊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夫妻同心，那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，没关系啊，我去就好。不，你主要是那个你爸、你姐、小莫那儿呢，都有人照应着你。你们家现在也是非常时期。你是不是不放心我去？那你去，我也不放心啊。要不这样，我把心掏出给你看看，好吗？不要，小韩都给我挑明了。跟你挑明什么了？就上回给他送饭啊，他跟我说你这边的车位他都已经预约了，我这后来得抢了他的位子。不是，那你怎么回答的呀？我能怎么回答呀？我跟他唇枪舌剑啊，他不是病人吗？我得让着他点。对，我觉得你做的太对了，真的啊。还有啊，千万别因为他惹你生气了啊。当然了，咱也不让他生气啊。放心吧，反正有我就行了，就不用去了。啊，你要非要去的话，我得跟着。那成，那今天咱俩就一块儿去啊。正好不是前2天做一检查吗？今天报告也该出来了，我跟妈说一声啊。医生说呀，骨骼恢复得很好，可以不用戴护具了。你看看，神经也在慢慢恢复呢，太神奇了。挺神奇的哈。今天我们庆祝一下吧，去老地方吃个饭。我都问过医生了，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。再说了，我都好久没出门了，都快闷死了。这是我得去问一下大夫。我去问吧。来，车，你能帮我进去吗？
可以吗，王太太？可以啊，你看这台阶儿，轮椅都上不去，抱进去呗。啊！哎，慢点！哎，好嘞，来，我给你往前挪挪啊！哎，你们来了。老板，哎，老板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这个受了点小伤。哦，哎，你们俩好长时间没来了吧？结婚了吗？雨明结婚了，小韩还没有。哦，老板点菜，好，老3样。来一个香里腊肉、宫保鸡丁，还有双椒鱼头。哎呦，双椒鱼头你吃不了吧？这太辣了。我给你点的，你不是喜欢吃吗？我吃什么都行。没关系的，再来2碗米饭，我半碗，你1碗半。再来2杯冰的酸梅汤，我把我的冰都给你。啊？好了，就这些吧。哎呀，哎，别！那什么，你吃什么呀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因为之前总是跟他来，所以都习惯了。没事儿。你想吃什么？你们这热菜都已经点差不多了，那就再来个凉菜。泡椒凤爪，老板就这样去吧。哦，好的，马上打。泡椒凤爪，这百爪挠心的，够酸的呀。我没事儿，我能吃。你是病人，你吃不了。好久没出来了，今天的阳光真好。是，挺好的。哎，一会儿我们去旁边的小公园吧，就是以前我们经常去的那儿。你们聊，我先去趟卫生间。他不会生气了吧？应该没有。马静，听我吐槽。我点一泡椒凤爪，结果他在那边说什么？哟，百爪挠心啊，够酸的呀！哎，你说他什么意思？百爪挠心？这真说到你心里去了吧？什么说我心里去了？他就这样，老抓着我要爆发的临界点。你可千万不能爆发！你这一爆发就成泼妇了，这吃饭的都没了。我知道，我说这种人真是太难对付了，老扎着我，我还没法回我。那人家也是见过世面的，好不好？刚吃饭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那边说他跟王宇明以前那点事儿，以前吃什么菜。还说什么一会儿我们去旁边小公园去逛逛吧？哎，你说他腿都这样了，他走什么呀？还是他王一鸣抱着他呀？那你们家老王呢？他怎么不拒绝呀？你别跟我火，我好不容易才忍下来了。我得大度，我得给他阳光。我觉得我现在怎么就那么虚伪啊？哎，你不是自己说了要自我拯救的吗？就当是成长了，你就先这么虚伪着，就自我催眠了，到时候就真大气了。我给你支个招，你们家那老王不是工作忙吗？你赶紧发动外援啊！什么呀？听不明白啊！哎呀，我现在火直往头上拱，我听不明白。哎呦，这女人啊，一上火智商就直线下低了。你让那个杨小宝赶紧把你们家老王给叫走啊！对啊。你给小北打电话，我一会儿还得出去了，我现在得稍微平静一下我的心情，还得微笑，虚伪一下，是吗？成长，淡定啊！医生嘱咐你的话，你一定得记住了，知道吗？像这种双椒鱼头这么辣的东西就不能吃了，不容易康复，知道吗？知道啦。哎，
哟，都吃差不多了，要不叫老板买单吧？别，你还没吃呢。我不饿。江律师，你今天忙吗？我最近都不怎么忙。你看今天这饭吃的，你也没吃什么东西，也没说话，要不然一会儿就让雨明陪我吧。哎呦，我呀，可以啊。我都觉得挺尴尬的，你不觉得呀？稍等。哎，小宝，怎么了？死循环？怎么会出现死循环呢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来啊，等我马上到啊。哎，好嘞，哎，那个小韩，不好意思，我公司有点事儿，我得先回去。你去吧，反正今天的风也放了。哎呀，你看，真是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公司啊刚起步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，我要不回去吧，这仨都得抓了瞎啊。好了，你别解释了，再解释就没意思了。人家老板买单。哎，来了。多少钱啊？老顾客给你们打个折啊，160，160。哎，怎么样？口味还可以吧？啊，行，怎么样？这菜还可以吧？这个应该挺好吃的吧？我也没吃着。那下次有空你们俩，你们仨下次有空再来啊！一定，刚好啊。好，刚好啊。那是干嘛呀？还要人家开口啊？那个，我先上班去了啊，那你也就送他进去吧啊。赶紧去吧。啊，小韩，康复这事儿别着急，得一步一步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别啰嗦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我走了。干嘛？非要撵我走，到头来还是我送你回去。谢谢你啊，江律师。我想下来走走。下来？你没搞错吧？你腿这样，你活动？我都住了2个多月的医院了，一个人躺久了，意志都会跟着倒下去。今天高兴，我想下来活动活动。我相信，我一定能恢复到和以前一样。你真想下来走走啊？那我也扶不动你，我帮你去借副拐杖行不行？好。你行不行啊？我觉得我这脚可以受点力了。哎，大姐，要不这你还是别走了吧？不是你觉得又不是医生觉得，你让我背你回去行不行？这太可怕了，你在这儿。医生不是说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吗？没事儿。不是你没事，我有事，我在旁边看得心惊胆战的。我们再试试。你也别跟我犟了好不好？我背你回去。你想，你这脚要好了，那雨明不就不来看你了吗？我的脚要是好了，我就去找他。哎，我说你这么飒一女的，干嘛老为男的跟我在这耍心眼啊？你不是一个人在医院闷得慌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小韩，你没事吧？小韩，你没事吧？小韩，医生，医生！本来恢复到这种程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现在同一个位置又2度受损，你们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对不起啊，大夫，是我们太不小心，太大意了。他现在严重吗？骨伤的问题我们可以想办法，但是神经损伤本来就是个未知数，现在就更不好说了。你们也别压力太大，既然已经这样了，就得面对现实。以后呢，小心点照顾，我们也会尽量想办法。哎，谢谢您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谢谢医生。
对不起。行了，别担心了，他会好起来的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可是你来医院照顾他，你是不是故意的呀？咱们能不能不再纠结这件事儿了，行吗？那我也做不到看着你去照顾你前女友，我心里还能踏踏实实的呀。你看，我已经答应让你来照顾他了，你说你心里还装种小心思，你有意思吗？哎，他万一要是站不起来了怎么办？那我都跟他说了，让他不要自己走，他自己非要站起来的。还有，小宝打电话催着我回去，是不是你指使的呀？我没干过这种事儿。行，咱说好了，咱们别再为小韩的事纠结了，行吗？那你俩一起去你们以前吃过的餐厅，点以前点过的菜，聊得热火朝天，还抱进门抱出门的，最后还一块逛公园，他还撵我走，那换做我你能舒服吗？是你对我太没有信心了。我以为你回来了，我们就应该重新开始了。从哪儿开始啊？从对彼此的信任开始。你说你揣这么多心眼儿，你让人不舒服了，你知道吗？是我心眼多行了吧？我心眼多到我为了护着他，我后脑勺子磕地上都没跟人说过。你磕地上了？那我看看，来，让我看看，看看磕哪儿了？疼不疼啊？啊，我看看好不好？来来，哎呀，我看看。哎呀，你这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那好，那我马上回来。怎么了呀？啊？我姐丢了，你去照顾小韩吧，我走了。哎呀，你这样，我去跟小韩打个招呼，我陪你去啊，你等我啊，等我一下，马上啊。他没来找过我，也没给我打过电话。那要不要一块儿找找去？我怕他到时候见到我，他会更生气。一面，哎，跟依林的事儿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请我小莫和依林，还得靠你们多照顾。姐夫，谢谢你们了。就是那天过生日那事儿啊，你也别想多了。等那事过去之后，我再约你纪念馆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如果找到他，给我发个短信。哎，那我先进去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想起我姐大学时候的样子了。那时候我特别崇拜我姐，每年她都要在大礼堂给新生致辞，毕业的时候还要做毕业演讲。我就翘了课过来看她做演讲，在台下像个粉丝一样看着她，觉得她特大方、特漂亮。那时候林伟啊，就站我旁边。那时候他看他的眼神，让我觉得别说是这辈子了，就是下辈子他也不会放手。谁知道今天会成这样？你说，我姐要是不跟他在一块儿，现在会是什么样？是不是一个女人选择了一个男人，却等于选择了一种命运？一凡，我觉得你应该现在想一想，你姐还会去哪儿？我姐不是那种断了还留着念想的人，所以她一定不会再去他们两个曾经去过的地方。有一地儿，好久没去过了。在那儿呢。哎
就别去了，好吧？哎，那个哥，要不麻烦您给劝劝。行，我去看看。哎，你们别走，等我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电话也不接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跟我说，面对大海，可以忘掉一切烦恼。你现在好点了吗？我妈妈刚刚去世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到海边来，每次我都会用手紧紧握住一把沙子，就想使劲把这沙子握住，就好像能留住我妈妈。但是每次沙子都会从我手里漏过，我越是想要紧紧地抓住它，它就会漏得越快。后来我才意识到，有一些不是属于我的东西，一定会走的。你这不想得挺明白的吗？走吧。但是当我渐渐长大了，也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我怎么就给忘了呢？怎么就忘了呢？还想一个劲儿使劲地抓住。对着我这个失败的女人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可怜呢？你干嘛要这么想啊？这件事情你从头到尾一点错都没有，别再琢磨这个了。明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放开我！男人怎么会都这样？这么好的家，为什么不要啊？日子为什么不过下去？现在想来同情我、可怜我是吗？我不需要。依林，放开！我不要你安慰我。如果要是你觉着热的话呢，我这边有凉水；要是觉着凉的话，这边还有热水。以后你要是对水温有什么要求，提前跟我说，我好准备。傻啦，不知道我叫谁呢？就是有点突然。要不你也一起泡？我给你洗就行了。没事儿，一起泡吧。快点啊！小韩啊，来电话了，说呢让你别往心里去。今天这事儿呢跟你没关系，都是他自己啊不注意。对不起。你还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？我还没来及跟你说对不起呢。不是，你今天说的话，我想了一下，说的挺对的。我现在啊是不够有信心，
之前跟你赌气离婚，让我们这段感情陷到更大的困境当中。后来回来以后，我就想要换一种处理方式。一开始吧，我还挺有自信，我能处理好的，也自以为自己挺大气的。后来时间一长，我就越来越装不下去了，觉得挺害怕的，就怕我们的感情再受到伤害。笑什么呀？很好笑吗？你突然间这么坦诚的跟我说话，我倒有点不太自信了。我知道小韩的事儿啊，让你心里不舒服了，但是你刚才能这么坦诚认真的跟我说这番话，我突然间觉得咱俩呀，还是可以坦诚相待的。我是怕我们谁也不说，都不沟通，到最后会有更多的误会，等到想解决的时候，都来不及了。我觉得在感情这个问题上，你做的对，就应该这样，就应该呢，积极的去面对。因为我不想变成我姐那样。说着说着吧，就又来了。哎，别那么悲观，行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小韩啊，住院这么长时间了，没人来看他。他爸妈不知道啊。其实呢，他也不愿意别人啊知道这件事儿。他5岁的时候，他爸妈就离婚了，他呢就没人管了，奶奶呢就把他接走给带大了。后来爸爸妈妈又各自有了新的家庭，带着他呢又都不太方便。奶奶去世以后啊，他就更没人去关心他了。所以我就想呢，你说他现在这样哈，无依无靠的也没人管，也不知道呢以后能不能站得起来。你说如果这个时候我都不管他了，他不是就更没信心，更郁闷了吗？所以我不管小韩之前怎么跟我闹，我都没说不管他，就是想呢让他多一些希望，多一些信心。你看啊，要是站在一个普通朋友角度来看，你也不希望你老公是一个没人情味的人呀，啊！但是道理我都懂，我现在结婚了，我有老婆，我有家庭，那我也得考虑你的感受啊。所以我想好了，我想呢，我找一个机会，我到时候跟小韩呢，好好的说一说。所以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处理好的，好吗？你今天头磕哪儿了？你给我看看呗。就是，哎呦，疼，我起大包了都。哎呀，那我抱你一个啊，别生气了啊。哎呦，38度7，烧的可不低呀。妈妈，喝点水吧。哦。妈，你太没出息了。妈妈怎么没出息了？我都没事儿了，你还这样，怎么让我过得更好啊？你听听，小莫都看不下去了。我实在是太对不住你们这一老一小了啊！知道就好。功课做完了吗？还有一点。快去做完了。阿公，交给你了。哎，好好。林伟这口气是出了，但是离婚这种事情恢复起来，总得需要一个过程。是。原来我没觉得，还以为我自己能扛得住。但真正离了以后，才发现，原来这16年我的生活重心都在他跟这个家上。突然现在一下子什么都没了，好像塌了一样。我突
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是啊。对了，你小的时候啊，爸爸没少带你去海边，你总是哭啊哭啊，你没少哭啊。可你后来呢，慢慢就不哭了。等你不哭了以后啊，学习成绩就开始好了，和其他小朋友的关系呢也开始好了。爸爸什么意思呢？林伟的这件事情啊，毕竟已经过去了，过去的事情就应该把它放下。等你把它放下以后，看问题的角度啊，就会发生改变。到那个时候啊，你就知道该怎么生活了。爸，您说我那个时候从哭到不哭，用了多长时间？哎呦呦，这我可回忆不起来了，时间太长了。小莫说的对，我是有点太没出息。俗话说得好，排毒养颜，只有先排了毒，然后才能够养颜，这是谁也跳不过去的一个过程。排毒养颜。原来听您说话，老觉得特啰嗦没重点，没想到今天江校长说的话还挺有趣。从今往后，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，就是别像今天这样玩消失就行了。谢谢爸。爸啊，有点困了，还想睡觉。这就对了，想睡呢你就睡一会儿。明天呢，我再到医院去，给你取点药啊。怎么样？还疼吗？有点儿，这护具啊，又重新戴上了。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一码归一码。再说昨天是我坚持要走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大夫昨天怎么跟你们说的？他说，你再辛苦几个星期就好了。你们别骗我了。干嘛那么悲观？脚不都能动了吗？嘿，你这真心话还是假慈悲啊？你要认为这是真心话，那就是真心话；你要非认为这是假慈悲，好歹也是慈悲嘛。哼，骨头汤。下回不想喝骨头汤了，真的喝腻了。行行行，你现在是老佛爷。哼。一凡，一凡，哎，爸，你怎么跑医院来了？我呀，我来帮你姐呀取点药。哦，你先别管我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谁住院了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雨明跟我说了，说你们已经和好了。既然和好了，就好好的过日子吧。你这叫好好过呀？我再好好过日子。你在什么好好过呀？再者说了，谁听说过现任妻子去照顾自己老公前任女朋友的呀？啊，你是不是担心你姐，又担心你爸爸，才这么委曲求全的在人家家里过日子呀？你想的有点太多了吧？你还笑得出来？我都想替你哭。实在不行啊，你也跟我回家来住，爸爸还照顾得了你们。你不能够为了你姐，为了我，就在人家家里憋屈着过日子呀。我没憋屈啊，雨明现在特别好，真的，他特别好。再说你也不能保护我一辈子呀。你结婚过婚姻生活，不就是遇到问题就得去解决吗？我这要跟你回去了，那不就是最差的一种解决方式吗？再说妈临走之前，不也是希望我们能幸福吗？
知道了？对啊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哎，反正我就知道了。那你觉得你现在就好吗？好不好都在我自己。爸，您呢就别操这个心了，回去照顾好姐就行。是啊，你们都长大了，爸爸能管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。再者说了，爸爸不是万能的。是啊，你看你白头发又变多了，所以别操这心了，真的。哎，聪明姐现在对你怎么样啊？她还去买那些保健品吗？爸，你管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哈哈，你别问这，赶紧跟姐送药去吧，咱我送你回去。好吧，谢谢。哎呦，我说，你这肚子都这么壮观了，还到处瞎溜达呢？你说我挺着这么大肚子才操心你的事儿，我多仗义啊我！怎么办？依林那边又出状况了？感冒了，没什么大事。你们现在就让他多开心点儿。我说你现在多好一机会，你按兵不动，是不是要把我急死啊？你赶紧出手啊！这我出手，是不是有点乘人之危啊？错，这叫雪中送炭。依林姐现在是最需要关心的时候，也是最怕谈感情的时候。所以你要拿捏有度啊。这对你来说不难吧？搁以前嘛，当然也不难，而现在放在依林身上吧，好像还真是有点难度。果然是真爱呀！这不是要请你帮忙吗？行，给你支一招啊。你觉得依林姐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休息、疗伤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啊，我可以给她时间。你说的都对。但是呢，依林姐现在的状态，她很快会走出这一步。我觉得她现在最需要的是工作。这个我已经帮她问好了，会计师事务所。她原来不就是从事务所出来的吗？我想她肯定愿意从那儿再重新开始。哎呦喂，果然是情场高手嘛！啊，这话怎么听得这么别扭？我看你这婚后生活是一天比一天滋润的啊！那是必须的，全是感动，全是惊喜，你就羡慕吧你。对我们单身汉，你能不能别那么嘚瑟呀？咱点人品。苦啊，像生活一样。哎，你感冒要是好了呀，就出来坐坐，透透气儿。妈妈，你坐一下，给你表演魔术。哟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变魔术了？老公，哎，来了，1、2、3，走你！当当当，变出钱来了，多俗，妈妈不喜欢。我的魔术怎么可能会俗呢？老公，来了，看好，这是钱，走你！当当当，这还行，还会别的吗？当然啦，老公，来了，1、2、3，走你！当当当，小船，妈妈送给你。妈妈不会变啊。你就完成最后一步，很简单，把船打开。船打开。哇，宝贝儿，你怎么考得这么好啊？真棒！但是啊，不许沾沾自喜。不会的，魔术怎么样？为了练好魔术，逗你开心呐，整整在他姨父那儿啊练了1个星期。真的？真的。哎，妈，我最喜欢看你笑了。妈妈呢，有一些垃圾需要清理一下，给妈妈点时间啊。就咱俩人还整杯酒干嘛呀？谢谢你，谢谢你对小莫那么好。孩子现在特懂事儿，每天都在哄我。以
前呢，总把他们当孩子看，老觉得是我们大人在照顾他们。但是现在才意识到，别看那么小个人，能量还挺大。是他现在啊，可懂事了，我特喜欢他。刚刚跟那位办完离婚，我的确有点找不着北。可是现在每天看着我儿子，觉得心里特踏实，他才是我最重要的。所以为了他，我也得让我自己强大起来。来，玉明。哎，你教小莫变魔术，你自己也费了半天劲吧？没有，我多聪明一人啊！谢谢。哎呀，举手之劳，真的。我觉得你变了，好像比原来担当了。我妹妹没白回头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让您失望了。之前常陪我来看您的那个人，以后不会再来了。爸爸为了我的事儿，最近都瘦了。平时那么爱说话的一个老头儿，现在话特别少，只见着他对着您的照片一个人叨叨。回头您就劝劝他，让他想开点儿，保佑爸爸平安吧。我挺好的，妈妈，不用担心我。小的时候跟爸一起，每次爬到这儿，总觉得好高好高。小时候多少好玩的事儿啊！嗨，让你吓我一跳！哎，以后得把日子过得漂漂亮亮的。我要把原来的江一林重新找回来。江一林，江一凡，你在哪儿呢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是家里的钥匙，我留着也没啥用。你扔了吧，反正门锁我迟早要换的。找我就这事儿啊？还有别的吗？我想见见小莫。你之前没跟我说呀，他也没说要见你。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尊重孩子的意愿。依林，你该撒的气也撒了，我也辞职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不是秦山辞职了，恭喜你啊，终于找到一个比我聪明的女人。依林，你能不能别提秦山了？我就是想儿子了，我想见见我儿子，行不行？
以前每天早上上班，晚上回家都能见着他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能别这么没劲吗？当初是谁呀？我带着儿子去公司楼下找你，你根本就不见我们。小莫都喊成那样，你还装听不见？怎么了？在哪儿受委屈了？非要在儿子这儿找温暖？对了，正好告诉你一声，你的微信我已经删掉了，以后别有事没事给我打电话，跟孩子有关的事情可以直接跟我发信息。来，小莫，尝尝妈妈做的鱼，大，你先吃起来。哎呀，梅外公做的好吃呀！不会吧？真的假的呀？那你们俩就贿赂我，谁贿赂的多，我就把最佳厨师颁给谁。还要评奖啊？那你说吧，怎么贿赂你？我要一个像以前一样动感、高兴的妈妈，还有一个像以前一样特别话痨的外公。那好，外公现在就宣布，妈妈从现在开始有动感，就特别高兴。外公呢，从现在开始呢，也话痨。我现在就话痨啊！我开始话痨了啊！就这条鱼啊，劲儿可大了，拼命着跑啊，我就拉住它呀，那钩都差点折了，线也差点断了。呵，它劲儿可大了，它跑啊跑啊跑，我就拉着这个杆儿啊，那鱼钩都差点被它拽跑了，鱼线也……啊，外公，干杯干杯！来，干杯干杯！宝贝，妈妈答应你，从明天开始就动感，就高兴，好吗？那你要怎么动感？去建材城，去逛家具店。你要换房子呀？爸，哪有您说的那么夸张？我就想把屋里的装饰还有家具什么的重新摆摆，重新换换。过去都是别人说了算，现在不是好容易我自己能做自己的主了吗？那就捯饬捯饬呗。为妈妈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，喝了的。